那像如果你只是单人听的话，其实我觉得 X1 200型以及非常的足够了。当然，如果你都是室内使用 RA3000，它会是一个尤其是你会走来走去的话 ，RA3000 跟 RA5000 它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在之前呢，我们有帮大家开箱 Sony 他们家的这个 XE300 派对型蓝牙喇叭。那在前几集呢，我们有开箱 Sony 他们的一个旗舰的室内无线系统，包含 RA3000 以及 RA5000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算是来补上 Sony 他们家蓝牙喇叭的最后一块拼图哦，也就在我眼前的这个 XG300。那当然，这集我觉得除了开箱 XG300 之外，我们也会针对 Sony 它整个蓝牙喇叭的系列去做一个总回顾以及购买的建议指南。同时呢，因为之前我们没有针对这个 XE200 还有 XE300 去提供一个调整参数的教学，所以呢，这次也会一并附上。那当然，其实 Sony 它整个蓝牙喇叭的变革，我们就是一直在卖嘛，所以身为店家，我们当然是最有感受的。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呢，都还有留着 Sony 他们家的这个 XB41， 就是其实这台算是前代啦，包含 XB41、SB43， 再到今天的这个 XG300。好，那有什么改变呢？就带来跟大家聊聊。首先我们来讲 XG300哦，它跟它的 XE 系列不一样，在于说它的整个布质的包裹会占全身的机身的比例更高。然后呢，在它的正上方会有一个把手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往上一拉，然后就可以做手提的到处使用，因为它的重量本身是有一点重量的，那你要把它缩回去的时候，就直接这样拍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在它正面的上方呢，有几个按钮，其实都蛮常见的，包含电源键，然后蓝牙配对键，然后 Mega Bass 就是算是一键的 EQ， 但是我比较少用，因为我会用我大概所推荐的一个特制的 EQ 调整参数。那接着呢，它还有播放暂停，还有通话键，就没错，它其实是可以当做一个麦克风还有喇叭使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想看，你很多的时候你使用它的场合，假如你在泳池旁边，你没有带手机，但是它在你旁边播放音乐，那你朋友打赖给你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XG300 去做接通哦。那同时他们有讲说，他们Sony 有针对这个 XG300 的麦克风去做一些特殊的处理，所以让它的讲话的声音会更清晰。同时呢 ，Sony 它的麦克风，我那时候看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叫做一个延长电池寿命的功能。它怎么透过这个麦克风去延长你电池的寿命呢？它可以针对你环境的杂音，假如说你有飞机飞过去的时候，那你喇叭本身它有些频率啊，就是跟飞机的那个声音是重叠的嘛。但你这个时候其实你喇叭发的再怎么大声，你都抵不过飞机的声音，所以它这时候就会用麦克风去收音，说，飞机飞过来了。那我音乐有这个飞机的同样频率的声音，我就不播了。那我不播，相对起来我就可以做省电。所以就你看这样的蓝牙喇叭，其实 Sony 他们也是用了很多的一个技术在里面的。好，那接着呢来讲，就是当然它还有旁边还有大小声啦，这就更常见。在它背后的接孔的部分呢，它支援这个首先是充电，那当然新世代的 Sony 产品就是要用 Type-C 充电，我们这个也很常见。它比较特别的是说，XE 系列它只能当纯蓝牙喇叭。但是 XG300 的话，它有多一个 3.5mm 的音源输入，那跟 RA3000 一样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你把它放在室内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当它一个桌上型的电脑喇叭去做使用，你可以拿 3.5mm 的音源线去接你的笔电，就是这样玩游戏起来，其实它效果也是不错。然后呢，特别提示说它还有一个 USB 的输出接孔，那 USB 输出是干嘛？就是说它可以当一个临时紧急的一个手机行动电源。就是你今天你去户外，然后你就带着它，然后你手机刚好没电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当然手机没电是最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XG300 去为你的手机充电。官方续航呢是讲说它有25个小时啊，那对比这个 XE300 的24小时以及这个 XE200 的16小时，基本上这整个系列我觉得你如果要在户外使用的话，这个电量都是非常充沛的。好。那接着讲完了它的整个算是按键，然后功能稍微也提一下。其实再讲一下它的单体的一个配置。首先呢，在它正面呢就是配有2颗2侧算是1寸的高音单体，
那中间呢就有算是他们家特别研发的这个 X 平衡型的，算是中音单体吧。那这个 X 平衡型的单体，我们在之前的包含这个他们旗舰的 A3000、A5000、A7000的 Soundbar 上面都有做使用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说，因为你的蓝牙喇叭的体积大部分的时候是固定的，那它把单体的形状做得非圆形，做得有点像是拉长的长方形或者是蛋形的时候，它能获得更大的一个单体的面积，所以它能给予更强的能量感或更强的低音哦。那当然，同时在这个喇叭的两侧，它还有做一个算是重低音的单体，而且同时呢，它把灯光也移到了两侧。什么意思呢？在前一代的不管是 XB33、XB43， 它们上面都会有灯光去做闪烁，但是在今年的话，就是 X1 系列都取消了，但是在旗舰的 XG300 上面，我们一样有非常炫彩的灯光哦。那灯光的模式呢，在它的 APP 里面都可以去做调整，所以待会我们也会包含这个 App 操作也会跟大家讲。好，那在讲比较细节的 App 操作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先播几段音乐，让大家听一下这个 XG300 的它的一个音色表现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。微不足道的歉意，如同你说的漫不经心，像是一场场电影，播映了你精湛的演绎。曾经给了你一部分的心，而你给了我一部分的你。微不足道的歉意，停留在我哭声的背影。So why 不习惯没有你依赖，别离开，能不能够再说一次爱 ？So why 给不够你有的关怀 ，Tell me why。经过沿海的公路，越过漫漫河流，一起去兜风环游。时间它不会停留，把握每个路口，能牵手任性到以后。我们一起抵达远方，世界尽头你才就够。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，6月日落，在一起许7月的流星，8月温柔，只愿把而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。 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，6月日落，在一起许7月。怎么回我讯息了？是不是有一点醉了？想起你吻我的发连烫的心又皱了。什么发型都一不独特，黑的浅的也不算什么。你看穿我甜蜜又拙劣的羽毛，笑着不经意失神，时间让头发都带尖了。不懂的事还是不懂呢，像个孩子期待着你对我说，换发型了。你的风景像座废墟，像失落文明，能否一场奇迹，一线生机，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？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
电线里，人爱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。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我愿意？我愿意。好，那我听完这个 SG300 的音乐表现之后，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做这个SG300 的一个音效调整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进到 Sony 它的这个算是 Music Center 的 App 里面。那接着我们进到它的声音的 EQ 调整，可以看到基本上它的蓝牙喇叭系列的 EQ 都非常简单，只有3段。那3段的部分呢，这边我会建议大家说，你调整的时候，你就是把握的一个原则叫做中右左，然后2+1的概念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2+1基本上就是它中间的 middle 以及 treble， 我觉得算是2个一组的，它是调整你整个人声的那种凸显的程度，然后还有锐利感。那接着剩下的2+1就是讲说1的话就是 bass， 那就是低音。所以我在一开始在调整的时候，中右左什么意思？我会先调整 middle 的话就是人声整个的那种突出的感觉。那接着我再调整 treble， 那最后是调整 bass。那这个调整的准则跟 XE 系列都是通用的。那在 SG300 上面，我觉得首先呢，你的 middle 人声的部分你可以开到正7，因为它会让整个人声的一个突出感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那在确定了人声正7之后，你在 treble 的部分，我觉得你可以开到正9，就让它的这种声音的穿透力再更好一点。那接着最后到 bass 的部分，我觉得可以开到正8，就是它这样子，它会整个比较有节奏，声音是比较刺激的。然后呢，这边我要跟大家提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是 XE200 还有 XE300 的话，它的参数调整的逻辑一样，但是它的出来结果会不一样。我直接来讲结果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是 XE200 还有 XE300 的话，它的 middle 的部分我都会开到-4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他们的人声的单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。那XE200 跟 XE300， 它的人声如果今天你 middle 你开到正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声音的毛边会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开到-4的时候，是它的人声是比较干净的。那这边其实我测试的时候，我标准音乐会用2首，一首就是陈华的那个小陪你看5月的晚霞，那第2首就是陈华那张专辑的第1首叫坏，然后后面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。那测试的音乐它同时常常会有那种人声很持续的一个高音的声音，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去测试那种人声的毛边的程度。好，那 middle 的部分我会开到-4之后，然后在 treble 的部分，我会建议大家有2种调整方式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音量开得很大声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建议就是你就开得比 middle 再减1。假如说你 middle 开到-4，那你的 treble 就会开到-5。但如果你音量不会开比较大声的话，假如你不会开满格去听的话，我觉得你的 treble 可以视情况，可以就是从正1、正2、正3去做调整哦。因为其实它那个 treble 就是说，你如果今天你开很大声的时候，像我用那个陈华的那张专辑的第1首去听，它的那个节奏声就会比较刺。那如果你在小声听的时候，那反而你 treble 调高，它比较有那种节奏感，其实那个声音又变得还好，是还蛮悦耳的。所以我觉得不同的音量有不同的调整的方式。但是在bass 的部分 ，SE300 的话，我会把它调整到-2，因为我觉得它的低音单体也是本身的话，你开到正0的话，稍微毛边会多一点。但是如果是XE200 型比较小颗的话，我的低音反而会开到正2，因为相对来讲 XE200 它的低音单体，我觉得它的这个低音的 EQ 没有到调整它那么深的一个频段，所以它开到正2的时候，其实它是补足一些人声的厚度的，所以这样反而调整比较好。所以这就是 SE200 还有 SE300 一个 EQ 调整的参数教学以及 XG300。那接着其实就是来做一个 Sony 蓝牙喇叭的一个总结了啦。就针对于很多人他买 Sony 蓝牙喇叭那么多，他要怎么挑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分界点就在于说，你有没有携带的需求？因为像 SE200、SE300、SG 系列，他们是有电池的。
所以今天你有携带的需求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室内的这个 RA3000跟5000，你就可以不用看了。哪怕是你一个月只要带出去一次，只要是你有带出去的机会，基本上你就是要选它的户外的系列。那接着呢，就是在于说你会不会需要它播放的很大声，或你的场地，或你需不需要很多人同时一起听哦。那像如果你只是单人听的话，其实我觉得 X1 200型已经非常的足够了。然后加上，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 X1 系列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。为什么？以往的XB 系列，我再把它拿出来一下，像XB41，其实它在摆的时候，它只能一个正向的往前摆。那你正向往前摆的时候，相对来讲，你的人声就是它就像 SG300 一样，就是你要听声音，只有在它的正前方的音色会是最好的，就你不能把它往上摆，因为它的形状就是没办法。但是如果像 X1 系列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摆放更多元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几何的形状啊，它可以直放，那它也可以横放，那甚至它的这个发音的高音的部分也可以向上，所以让整个空间的音色是更均匀的。所以你单人使用的话，我觉得其实 X1 200就可以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追求多一点的一个低音，那可能就要上到 X1 300。但是其实你室内一个人用，我觉得音量都足够。那 XG 300的话，它又适合什么样的人？就是第一个，当然就是说，我觉得假如你很喜欢跳舞，或者你常常有一群人那种派对的话 ，XG 300的音量，第一个它比较就是最大声的，然后它的低音又更强，然后人声厚度又更好。那再加上说，如果你想要这个喇叭当做一个兼用的电脑喇叭，那我觉得 XG 300它可以接线嘛。那你电脑喇叭有人是用笔电，有人是用桌垫。所以你有时候你位置并不是很好放，就是如果你用 RA3000 的话，你还要接一个电源线，新的喇叭位置就固定了。但是 XG300 的话，你可以平时要带出去玩的时候就把它提着走，那你要在家里面玩的时候，你就放在你的笔电旁边，然后接上音源线，它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非常不错的电脑喇叭。所以相对来讲，它的一个设计是更泛用的。然后另外就在讲说，其实他们今年的这个 X1 还有 XG300 系列都支持这个 IP67 的一个防尘防滴哦，就是它基本上可以泡水1公尺可以泡一下没有问题。但当然这前提就是说，其实这些的防水的规定，它都有一些要求。假如说像是你的盖子要盖好，因为你盖子如果没盖好，你直接把它像充电孔那些，你盖子没盖好，你把它直接丢到水里面去，基本上它机器内部直接进水，那也是直接就挂掉了。所以就是要记得要泡水，一定就是你要把它的一些盖子啊，任何可以盖好的东西都要把它管好。好，那这基本上就是，当然如果你都是室内使用，那 RA3000 它会是一个尤其是你会走来走去的话 ，RA3000 跟 RA5000 它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因为像 XG300 它比较有指向性，那 X1 200或 X1 300虽然它没有那么的有指向性，但是比起 RA3000 的这种室内整个均匀几乎是一致的音色，那还是差的非常的多的。而且 RA3000 它的低音我觉得是比 XG300 又更强一些。好，所以这算是一个简单的分类啦，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不管你是买了的朋友，或是还没买的朋友，就你到实体店面去看的时候，也许可以试一下我提供的参数，然后去调整看看。那也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参考歌曲，然后去听一下这个调整完之后声音的比例哦。那我是 Alan， 这是我们的 Sony 的蓝牙喇叭系列影片，就到这边。那有任何想要看、想要听的，都可以在我们留言区底下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